独行侠法案通过 ，F-14复活。这架冷战时期美国海军最具代表性的舰载战机，到底是如何统治一个时代的？经常看我频道的朋友都知道，影迷和军事航空迷是我们频道下最喜欢讨论的群体。影迷嘲笑军事迷保守，军事迷怒喷影迷不讲科学根据。但现在两家人却一起开启了 party。根据《星条旗报》报道，美国参议院日前已通过独行侠法案，将3架原本要拆解的 F-14D 保留下来，而且尝试恢复其中一艘的飞行能力。这种情况就好比你以为销毁的初恋情书突然完好无损地出现在你的抽屉里。想要理解这份激动，我们就必须回到冷战的巅峰岁月，去看看这只熊猫当年是如何靠着机械暴力把苏联红海军逼入绝境的。要搞懂 F-14为什么被造出来，我们的视角就不得不回到1960年代末，看看美国海军面临的绝境。当时苏联红海军在远东和欧洲部署了大量的图 2M 逆火超音速轰炸机，以及游曳在大洋深处的巡航导弹核潜艇。只要第3次世界大战爆发，苏联人会在几百公里外同时向美国航母战斗群发射几十上百枚携带常规或核弹头的 AS-4、AS-6 重型反舰导弹。美国海军的主力是 F-4 幽灵战斗机，但 F-4 实在对不起它幽灵的名头，它的雷达看不了那么远，导弹射程也不够长。等 F-4 发现苏联轰炸机时，对方往往已经投完导弹掉头跑了。五角大楼绝望地发现，如果没有一款航程极远、导弹极快的舰队防空截击机，他们的航母在开战第1天就会变成海底的铁棺材。于是格鲁曼公司接下了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1970年 F-14 熊猫横空出世，它的设计只有一个目的：飞到最远的地方，发现最多的目标，用最快的导弹把它们全部射下来。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格鲁曼给 F-14 点了3个技术天赋。第一，可变后掠翼技术，这是 F-14 最标志性的外观。航母甲板很短，战斗机起降需要极低的失速速度和巨大的升力，但去拦截苏联轰炸机又需要极小的空气阻力，进行2马赫以上的超音速狂飙。这是一个无解的空气动力学矛盾。F-14 的解法是让机翼动起来，在起飞、降落或进行低速缠斗时，它的机翼像大鹏展翅一样向前展开，获得最大升力。当它全加力开启，准备超音速截击时，机翼就像猎鹰俯冲一样向后收拢，变成一个阻力极小的三角翼。这个动作由机载计算机根据马赫数自动调节，让 F-14 在任何速度区间都能获得最完美的气动外形。这在电传飞控尚未普及的年代，简直就是机械降神。第二 ，AWG-9 雷达与不死鸟导弹。你以为 F-14 是一架战斗机？错，它是一个挂着导弹的空中预警雷达站。它巨大的机头里塞进了一部重达数百公斤的 AWG-9 脉冲多普勒雷达。这部雷达在当时是神一般的存在，探测距离超过300公里。更恐怖的是，它可以同时追踪24个空中目标，并引导6枚导弹同时攻击其中威胁最大的6个目标。这种多目标接战能力在上世纪70年代相当于现在的6代机战术。与雷达配套的是专门为 F-14 量身定制的 ARM-54 不死鸟远程空空导弹。这枚导弹重达近半吨，射程超过180公里，末端飞行速度高达5马赫。当它发现苏联轰炸机群时，还在敌方导弹射程之外，便能一口气打空挂载的6枚不死鸟，然后直接掉头返航，剩下的就交给以5马赫俯冲而下的导弹去撕碎苏联轰炸机。这套组合拳让 F-14 力挽狂澜，成为冷战时期美国航母最可靠的绝对屏障。不过有意思的是， F-14 在美军服役的30多年里，并没有多少机会真正向苏联轰炸机开火。真正把 F-14 实战战绩刷到天花板的，竟然是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前，巴列维王朝时期的伊朗是美国的铁杆盟友。为了对抗苏联可能从里海方向发起的米格25高空侦察，伊朗国王砸下重金买走了79架 F-14 和海量的不死鸟导弹。谁也没想到，这批原本用来打苏联的武器，最后成了伊拉克空军的噩梦。两伊战争爆发后，虽然遭到美国的零件禁运，但伊朗空军硬是靠着这批 F-14 掌握了战场的绝对制空权。在长达8年的战争中，伊朗的 F-14 击落了超过130架伊拉克战机，其中甚至包括幻影 F-1、米格23等。伊朗王牌飞行员贾利尔·赞迪创下了单人击落11架敌机的惊人战绩。曾有一次空战，一架伊朗 F-14 发射的一枚不死鸟导弹，竟然利用巨大的爆炸破片直接击落了3架密集编队的伊拉克米格战机。
到战争后期，伊拉克飞行员只要听到雷达告警器传来 F-14 AWG-9 雷达的锁定信号，就会直接扔掉炸弹，掉头逃跑。F-14在两伊战争中的表现，彻底证明了它重型截击机的绝对统治力。既然这么能打，美国人为什么要在2006年急不可耐地让它退役，并且残忍地把所有退役的 F-14全部切成碎片？理由很简单，防范伊朗。F-14退役后，全世界还在飞 F-14的国家就只剩下伊朗了。五角大楼极度恐惧退役 F-14的零件会通过黑市流入伊朗，从而维持伊朗那支老旧机队的战斗力。为此，美国国会在2008年专门立法，严禁任何 F-14零部件出口，并监督军方像销毁生化武器一样，把国内的 F-14彻底物理切碎。就连送给博物馆做静态展示的几架，也都被切断了关键成立结构，灌入了混凝土。这种极端的保密措施，让 F-14重返蓝天成了一个死局。那么，为什么现在参议院又高票通过独行侠法案，允许它复活了呢？根据近期的战事简报，美伊联军在代号史诗怒火的行动中，对伊朗的空军基地和雷达网进行了高强度的空袭。美军情报部门评估，伊朗空军原本就因缺乏零件而只剩10余架能勉强升空的 F-14，在这轮精确打击中，极有可能已遭到毁灭性打击。伊朗的 F-14机队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战术威胁能力。安全疑虑一解除，国内成千上万名海军退伍老兵、航空迷以及强大电影文化 IP 的游说压力，就成了推动法案通过的决定性力量。毕竟，在不需要承担泄密风险的前提下，让一架美国海军黄金时代的图腾战机重返航空展，是一件极具政治得分和宣传价值的事情。总的来说，这架被法案豁免的 F-14D， 尽管被要求拆除雷达和武器系统，进行完全的非军事化处理，甚至可能需要耗费几年的时间去满世界搜集零件重新组装，但只要它的 TF-30 或 F-110发动机能够再次点火，当那对标志性的可变后掠翼在空中再次展开时，那将不仅仅是一架冷战截击机的复活，而是机械工程学向现代数字化空战做出的最后一丝致敬，更是属于大洋深处、属于重型战斗机暴力美学时代的完美归位。好了，本期关于 F-14熊猫战斗机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各位是否也是壮志凌云的粉丝迷呢？大家又是否认为这架象征着纯粹机械暴力的重型截击机，如果换装现代化的有源相控阵雷达，在今天的战场上是否还有生存空间？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下期不见不散。